讨厌，这可是姐姐的车。在他车里搞是不是更刺激啊？小心点，不要碰那孩子了。哎，就是这样。姐姐，市长，你没事吧？真是小三生小三啊！你妈当初勾引我爸，毁了他的幸福，怎么，你现在也来勾引姐，想毁了我的幸福？没有啊，姐姐你误会了，我怎么敢勾引姐夫呢？你当我瞎呀？你是说你疯了吗？我和石油只是在车里玩会儿游戏，你怎么能这么诬陷我？我诬陷你们？我亲耳听到她怀了你的孩子，怎么不承认？好，现在就跟我去。走，姐姐，走。你想造反是吧？没怀孕。姐姐，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而且我现在还是个完璧之身呢。一个清清白白的小姑娘，怎么就被你们逼到这个份上了？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无良的姐姐？医生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姐姐？袁叔，以后咱们俩就共享安宇哥哥，看看他在谁的身上更卖力。姐姐，你怎么动不动就打人啊？不好意思，别再嚷闹了，今天是我们俩订婚的大喜日。赶紧跟我回家订婚去！那安宇，你听好，你这个渣男，我不要了。这个婚，老娘不结。我阿姨说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你就等着你爸把你嫁给那个又残疾又变态的霍家三少，让他在床上玩死。你别过来！怎么办？当初愿意和邓安宇订婚，就是为了不被爸爸卖给霍家的三少。现在难怪检查室那个病人脾气怎么那么差呀！真想抽他一个大嘴巴子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他呀，那方面有点问题，就因为那个病啊，一直找不到媳妇儿。这次还是他家里人逼他过来看病的，脾气能不大吗？有救星了。先生，结婚吗？别着急呀、我知道你那方面不行，娶不到老婆，我可以嫁给你，让你应付家里人嘛。你知道我谁？不知道你就敢嫁给一个你不认识、且有隐疾的男人？我知道这个事儿特别的冒昧，但是吧，我需要一段婚姻，你需要一个老婆，而且我这个人吧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我看你需求量也不高，每个月我可以给你点零花。趁我还没发火之前，赶紧滚出我视线！等等。喂，霍四海，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有病，还是在给我找借口。今天你要是不给我带回来一个孙媳妇，我马上就离家出走，让你一辈子都见不到我。你姓霍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不能说话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金融。那你是自己开公司还是上班啊？上班。哦，上班啊，上班好，上班好。那他和那个霍家三少肯定没什么关系啊。
你该不会想嫁给豪门霍家？没有，我这人仇富。你要是豪门霍家的人，咱们现在就进去领离婚证。又是个小做梦。干嘛呀？我今晚出个差，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，自己把东西搬过去。啊，你要是应付家里人的话，我随叫随到。但是住一块儿就没必要啊。随便你。脾气真大。正好，找一个便宜点的地方住，地址发过去。居然是你！还有，找一个比较便宜点的车，下次接我的时候。你愣着干什么呢？这1号公馆，1栋1701。哦，这么高档的公寓啊！搞金融的都这么有钱吗？混账东西，你还知道回家？混账东西，你还知道回家？我为什么不敢？都是你诬陷你妹妹怀孕，害了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坏了名声。他跟邓安宇干了什么，你不知道吗？需要我详细描述给你听吗？给我闭嘴！都是你妹妹站出来替你讲的话，要不然咱们和邓家的联姻就泡汤了。姐姐，你也别生气，我和安宇哥哥订婚呀，就是维护两家的颜面，以后这安宇哥哥还是你的。闺女啊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是云说拱手把邓胜让给你的，今天你已经跟邓安宇订婚了，从今以后呢，他跟邓少啊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对，如愿所偿了嘛。绿茶配渣子，我祝福你们。怎么能这样和你妹妹讲话？当时是你先看上了安宇，你却也喜欢安宇，又没有谁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。对，我跟我妈都一样，都瞎了眼，当初都看上了渣男，但是我知道及时止损。爸呀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动这么大气，不怕伤了身子啊？宝贝女儿，先别着急走啊。你恶心谁呢？谁是你女儿？云舒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爸爸呢已经答应霍家，他的一个女儿嫁给霍家的3少爷。你妹妹呢已经跟邓安宇订婚了，你要是走，你爸爸跟霍家怎么交代呢？明白了，故意设计我让我去捉奸，就是为了让我悔婚，然后替云世友嫁给我，对吗？这一巴掌只是开始，从今往后，我会把我和我妈失去的一点一点讨回。老娘现在一无所有，无家可归，我拿什么讨债呀？唉。雨舒，喂，老公啊，你能不能来陪陪我啊？别乱叫，谁是你老公？那我找别的男人陪我了啊！我找别的男人陪我。一个人，要不要哥哥陪你？小妹妹，一个人吗？要不要哥哥陪陪你？欲擒故纵，哥哥喜欢你这样的。哎，妹妹，
这里人多，哥哥抱你去别的地方快活吧。哇，三少，今晚可是3个亿的大胆子，为了一个女人就放弃了，值得。杀人别动！我属狗的呀！啊！别给脸不要脸！老子今天非得把你在这上！我去，烈女啊！敢生你不能的嘴巴，不要活你！打我！上活了是吗？给我滚！三少，这么英勇善战的女人需要谁保护？起来。老哥，你陪我喝一杯。闪开！我现在特别的难受，我想。真的吗？不要！笑什么？抬人啊！三少，我先走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周恒，不要觉得你喝多了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数到3，你给我立刻下去！你干什么？霍先生，刚刚你脸上有个蚊子，现在没了。生气了？不至于吧？身为一个女孩子，不必矜持。我怎么不矜持？我这就不矜持了，这才叫不矜持。哎，你看看你，你遵守一点难得好不好？我们可是契约婚姻啊！比如说大清早的，麻烦你把被子盖上。需不需要我提醒你昨天屋里发生了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趁我喝醉的时候，你对我做什么？你对我做什么？说。对我做什么？你是不是对你长相还有身材太自信了？像你这种女人，白送给我的东西，收拾东西赶紧给我走人！霍先生，霍先生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霍子，霍子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就是我对男人没兴趣，我对男人没那么主动，我不是那种好色女人。别废话，今天下午立刻办理离婚手续，赶紧收拾东西走人。走就走，你以为我不敢啊？趁我喝醉酒把我带回家，看我身材不好想赶我走，什么玩意儿？你是当年的那个女孩。你把他撵走，我害怕。这就是你说的对男人不热情。哎，飞虎，飞虎！
给我孙媳妇道歉。没事没事，我不用道歉。摔死狗女人，什么人？这就算是生米煮成熟饭了啊！哎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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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奶奶我呀，心里这一下就踏实多了，好高兴呀！这样呢，我就可以跟那个老太婆嘚瑟了。我孙子呀，可是比他孙女啊先结婚了。哎，对了，思涵，你这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？租的。租的。搞半天，哈，打肿脸充胖子。租的也好，只要我孙媳妇呀高兴，怎么着都行。思涵，你既然娶了媳妇，就把你的心思好好的收一收，不该惦记的人呀，就别惦记了啊。原来是心里有人，爱而不得呀。那方面有问题的呢？你说不明。你在那嘟嘟囔囔说什么呢？往哪看？我是说，我老公棒棒。来，老公，吃饭饭。思涵，人家把菜都喂到你嘴边了，你就张嘴吃呀？吃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多吃菜才长大个儿。思涵呀，你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儿，那真是我们霍家的福气。等过一阵儿我忙完了，我就一定给你们办一场热热闹闹、轰动全城的婚礼。这个不用费心了你。今天下午我们就去办离婚手续。奶奶耳朵不好，你再说一遍。今天下午我们去离婚。好孙媳妇吓着，快起来！我是说他呢。不信，不信我！你给我跪下！还记不记得我霍家的家规了？说给我听。忘了。忘了？哼！今天你就给我记住，我霍家只有丧货，没有离异。霍家还有这样干？好神奇！奶奶，其实霍思涵他对我挺好的，您就别生他的气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我这孙媳妇四肢健全，饿了会吃饭，冷了会穿衣。你饿了，她还会把饭喂到你的嘴里。下雨知道打伞躲雨吧。这样的媳妇你还挑她干些什么？柯姐，什么导演要见我？思涵，你老实给我说，你是不是还忘不了那个连相貌都记不得的姑娘？奶奶，今天我有一场很重要的会议，一会儿派人送你回霍宅。站住！你小子可听好了啊！奶奶可是认准了这个孙媳妇，你要是敢跟她离婚，奶奶就跟你没完！三少，车给你准备好了。这是你找的车啊？三少，这已经是你车库里最便宜的车了。吴凡，你还没走呢。你是？是我老板。啊？哦，老板好，我是他老婆。这老板的气质还不如霍思涵呢。既然是在老板面前，那就不能让他看低了霍思涵。你好，那个霍思涵，那我之前说过我要养你的，密码6个8，拿着刷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不是非常有限额的，不许随便花，听到没有？走，老板。这是我最有钱的一张卡。什么？真要当老板？入戏了，入戏了。
叔，我儿子突然摔断腿了，我得赶紧去趟医院。你一个人见导演，可以的吧？我可以自己去，你去。忙吧，俺话都没说。哟，这不是我亲爱的姐姐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呀？哟，这不是我亲爱的姐姐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我有洁癖，你俩离我远点。怎么还在生气呢？我和安宇哥哥啊，一直都是清白的。我和他订婚啊，就是为了咱们家的颜面。我数到3，你俩最好给我滚。3。别说，你说话最好客气一点。世柔对你处处容忍，你却在这咄咄逼人。你有今天都是你咎由自取，凭什么怨别人？我咄咄逼人，我咎由自取。如果不是因为4年前你救过我，我们约定好在一起，你以为我会答应你的求婚吗？你在说什么？4年前我明明在国外，怎么可能救过他？我一想到当初喜欢的人是你，我是真恶心。别说，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我连你的嘴都没有碰过一下。哎，你说我恶心，真可笑。像你这种死板又无趣的女人，是没有男人会对你感兴趣。没兴趣，你提个分手会死。好聚好散不行吗？非要勾搭他来恶心我。如果跟你好聚好散的话，我跟世柔怎么能够名正言顺的在一起？只有这样一闹，既能让我跟世柔在一起，又能让我嫁给霍家那个残疾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呀？安宇，我一直以为你和我在一起，爱的是我的灵魂，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因为我对你不热情，所以跟我妹妹勾搭在一起。我对你为什么不热情，你不清楚吗？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个男人，你几斤几两没点数吗？好家伙，原来以为是2女争一男呢，合着吃了半天瓜，原来是这男的不行。谁不算个？说的就是你。不信我就这么一个女人，你多热情。好我货色，钱也给了，这也领了。今天姑奶奶钦定你了，看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哄骗男人的小伎俩，谁会是他这一套？你说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大街上带个男人你就亲是吧？你管我亲谁管着了啊？管那么多，不如想想，我跟你在一起3年了，我都对你提不起兴趣，你说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哈！云舒你，啊，你就是他新养的小白脸吧？怎么，他给你花了多少钱啊？床上功夫行不行？别中看不中用啊！邓安宇，谁让你这么说他的？你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，你几脸啊！你好意思说谁不行？你好意思说谁不行？你好意思说谁不行？你吃啊！花大娘的好饭，还是几百万的好事，能不能帮忙啊？还有好事几百万！他居然当众说你不行，这你怎么忍？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忍。不对，我在做什么？算了吧，你是真的不行。不，但是这是男人的尊严，我帮你守护。而且你看，我都为你受了这么严重的伤。就你这个眼睛，碰瓷不好，估计一碰一个准。就没有导演像你这么会演示中，要不然依我不要误会了，我这句话并没有夸你的意思。狗男人不懂风情，我怎么总觉得好像忘了什么事儿呢？什么事儿来着？对了，
啊？昨天晚上那个开微信的男人是？这个电话。那倒是个别的女人，上赶着给男人花钱的女人倒是很少见。云舒，你是想气死我吗？你竟然敢当众抱着一个男人亲！这事要是传出去，霍家要是怪罪下来，说你不知检点，你让我怎么交代呢？不是你喊什么呀？云师有别的本事没有，告状倒是有。对，我就亲了，怎么着？我不仅敢亲，我还敢睡呢。秋天到了，我先给霍三少这顶红帽子取暖。啊，是没错，我这个人就是什么都吃得下，就是不吃亏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啊！都跟你说了，不行就不要吃。本来我的脚就是小伤，现在好了啊，韧带扭伤，怎么办？干嘛？明明是你把你的脚搭到我膝盖上的。那你不是也没拒绝？我妈被人说起。哎，你怎么开水的？你不让关水龙头啊？医生不让我碰水的。所以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刚刚到底在干嘛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关爱残疾人，人有责嘛。云舒。这辈子给你一次。这男人也没有那么差嘛。我思涵，你懂不懂怜香惜玉啊？我能把你抱回来已经够怜香惜玉的了，这里房间自己挑个睡。哦，我的房间已经准备了。我谁稀罕？喂，要睡找个房间自己睡。平时这么疯疯癫癫的，睡着了居然这么安静。我在干什么？他既能打架又会胡搅蛮缠的。而且你看，我都为你说的这么严重的事。他有什么可愁的呀，胡思涵？别被他这副脆弱的样子骗了，他就是只小野猫，根本不需要你。不要松开我的手。看着我干什么？终于发现我的美貌了。要没意见的话，把这个签了。什么呀这是？协议书？什么年代这么老土？你先打开看看。哎，霍思涵，人家的协议书都写什么啊？什么期限什么的，你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婚姻存续期间，乙方不得产甲方的身子。我什么时候产身子？昨天晚上也不知道谁对我又搂又抱的，喝醉之后那个好色的样子，自己没见过是吧？那又怎么了？人专家说了，女人不好色，衰老的很快的，你懂不懂嘛？哪个专家？让你管？看什么看？那本来就是嘛，那又不行了。
指不定咱俩谁长寿。毕竟嘛，我可是个演员，我完了，我昨天应该去看了一见导演的。桃姐小宝贝，别说，你昨天下午干嘛去了？我让你去见导演，你说你一个人可以，我好像等了你一下午。桃姐，那这，行了，这些都是马后炮。我现在有一个坏消息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好，那我就说坏消息。坏消息就是导演等了你一下午，你都没有去，他很生气，发了一通脾气。你的女3号没有了。那好消息呢？好消息就是导演看了你在地库扇人嘴巴子的小视频，他觉得你必须出演这个女2号。姐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可是这部剧的女主角呢。之前姐姐说我演技好，不来演戏都可惜了。我一听说姐姐要演这部剧呀，就立马求着安宇哥哥过来和你一起演戏喽。剧本看了吗？剧本？哼，像我这种靠脸的人呀，什么剧本呀？倒是姐姐你呀，靠着演技，这勉勉强强的混成女2号。他脑子有病吧？说云书记演了个女2号，我不是打电话让三少，我就是按照您的吩咐，找霍氏旗下的星灿娱乐给太太牵了线，这个女2就是我太太。你怎么知道我结婚了？这不重要，不重要。那这个女1号是谁？这个女主是太太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关系一直不太好，所以你听我的吩咐，动用了大半天的关系，去给云舒找了个女2号的身份，而这个女1号还是一个跟他有矛盾的人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这个剧的女2跟其他剧的女2不太一样。女2号是怎么个不一样？三少，改天你去片场看一看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三少，你怎么对太太突然这么生气啊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女2的表情非常到位，尤其是打女主的那个动作，一气呵成啊，行云流水。女主角，你怎么回事？一点表情都没有。一天没到，我都挨了多少个巴掌了？导演，我想问一下你，我演的到底是不是女主呀？怎么老是让我挨女2的巴掌？你进组之前没有看剧本吗？咱们这个剧本来就是主打这个女主虐剧、女2爽剧，说直白了，打得越狠，这个剧越成功。导演啊，我想改戏，我不要虐剧，我要爽剧。你开什么玩笑？爱爽回家爽去。来，再来一遍，52场3镜，准备开始。52场3镜14。疼吗？2个肿了能不疼吗？知道疼还敢跟我抢男人？知道了，我以后不抢了。你的男人我以后连看都不看。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妈，我连我妈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。你知道我有多恨你们母女俩吗？啊！如果不是因为你妈，我妈她根本就不会死。只要我想到你妈，我就恨不得把你跟你那个妖精妈碎尸万段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演得太好了！允许历史价值奖，真的太绝了，这演技简直出神入化，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呀！就是这个眼神，包含着爱意，看清。干什么呢？记录美好生活。张涵，我怎么发现你最近神神秘秘的？没有。给我。张涵，你怎么会拍这么多我跟云舒的照片？我还
开玩呢嘛，开着玩。老实说，三少，实不相瞒，这是奶奶特意嘱咐给我的任务。哦，拿着我的工资替我奶奶干活是吗？不，3个月工资。别呀，三少，这奶奶逼我的。这个男人的背影怎么这么像霍思涵？不行，我得上去看看。导演，刚刚有人来这边吗？怎么可能有外人啊？今天我们是包场啊，不会有外头人来的。那可能我看错了。林芳，三少，我对你一直忠心耿耿啊，这是我唯一对不起你的事了。不过这还是为了你好啊！不要解释了，再解释你半年的工资都没有。啊！我之前说过我要养你的，密码6个8，拿着刷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不是非常有限额的，不许随便花，听到没有？她给她前男友都可以花20多万，我要是不花她点钱，岂不是不公平？是不啊，豪姐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一个帅气又多金的富家子弟，他装穷，只是为了欺骗一个高级少女？当然有可能了。现在的男的为了骗女孩子上床，他什么手段都能玩得出来。怎么，你又被哪一个渣男给骗了？说他是渣男吧，倒也不全是。反正他也没骗我钱，也没占我便宜的。10、3、千万，21万，我的老娘21万！姐，出水了，渣男，渣男，弄他！没想到他给我的钱比给那个什么叫邓的什么要多，哼，果然他还是有眼光的。霍少，你哪件衣服不是意大利手工打造？干嘛要进高定店买件21万的破西服啊？那店员差点以为咱们霍氏要破产了呢。对了，赵凡，在这个卡里打21万。是。哎，顾凡，你跟老娘解释解释，你听听。衣服不错嘛。眼光不错吧？你的钱买的。花了老娘21万就买了件破西服。吊牌呢？带他去。我不去。你都可以给你前男友花20万，我多花1万怎么了？你跟他比什么？你干嘛要买这么贵的西服呀？啊！你过呗，正好你的卡在我兜里，就把它刷了呗。呸！三少这嘴比飞虎的狗牙都硬。那你怎么能随便刷的啊？哎呀，我是让你少花少花，尽量别。脚站不稳就不要穿高跟鞋。嘴怎么了？妈呀，这男的是真直啊！都这气氛了，愣是说出这种话，还得是老妇人，不然三少这样得打一辈子光棍。吃火锅吃上火了，潘少你我是真是命不好。等那个霍家三少一结婚，我第一时间就跟你离婚。平时知道你工作需要穿高跟鞋，但是现在在家里，你可以穿得舒服一点。从小到大，好像只有妈妈给我换过鞋，也只有她在乎我到底舒不舒服。霍思涵，谢谢你。就是这样。你老喊在家。他刚才是要亲我。林舒雨，你不会是真的好色吧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霍思涵那货不想推荐我，所以故意色诱我，抓紧把卡找到，啊，不然以后
每次花完你的钱还要色诱你，这谁能顶得住啊？对吧？霍思涵，睡了吗？这会睡觉怎么关门啊？又想勾引我？幸亏我自控力足够强，不然你今晚就完蛋了。他从这都离开了。肯定是在作死你的那个。什么玩意儿？果不其然，你死鸟！魔哪呢？放开！怎么办？不能松手，松手了就被当成女流氓了。对，当没听见就行。梦游吗？得亏我这高超的演技啊，瞒天过海，要不然……他这是干什么？霍思涵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梦游了。我梦游？什么时候啊？这个你别管，安好睡觉，对你我都安全。第二天我会给你送保的。我这是不是作茧自缚呀？啊！别说，你对你们要干什么？这一天对霍思涵来说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？巧了，和我遇到邓安宇是同一天。哎呀，能成什么样啊？不就拍了一天的戏，难不成还能成猪头啊？下次记得水胶抹厚点，做的逼真一点。那都干得掉渣了呢都。云舒，你把你妹妹打成啥样了？你还这样和她说话？哎，你还有点吃全乎啊！你把安宇打得他妈都不认识他了，你今天把你妹妹又打成这个样子，你是不是想造反不成？不刚好凑成一对吗？祝福你们啊！爸，你听听他，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？站住！是不是又想回到你狗仔朋友那去？这两天收拾收拾搬回来，省得别人说我云长山亏待你。我搬回来干嘛？我搬回来天天看你和云世友给我上学就行。还有，那是我经纪人，不是什么狗仔朋友。我管他是谁呢？搬回来好好收拾收拾自己，过两天嫁到霍家去。站住！来人，把大小姐关起来！云长山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各位懂啊？有我在，看谁敢动我的宝贝孙女！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奶奶，我说你这么抠搜的人，他买了机票让我到国外去玩几天，原来是怕我不在，把我的宝贝孙女给卖了。云长山，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？妈，怎么能说是卖云舒呢？那霍家可是豪门呀，把云舒嫁过去，不光对云舒好，对咱们云家也好呀。嘿，有你说的这么好，你怎么不嫁呀？奶奶，你胡搅蛮缠什么呀？爸爸他一个大男人，他怎么嫁人啊？那你去嫁呀，你不是女人吗？我怎么嫁人呀？我已经名花有主了呀！你给我闭嘴！你化妆化的跟鬼一样，吓死个人！云舒，走，我们出去。来了。
奶奶，你看什么呢？孙女婿啊，奶奶这次呀，给你找个金龟婿。哎呀，奶奶，你这样跟我爸有什么区别呢？那跟你爸可不一样，奶奶这次呀，不是给你找个残废男人，奶奶要是再年轻个30岁呀，能有你什么事儿？真的假的？就是他啊，就是他。这小伙子人可好了，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打不着车，这小伙子直接就把我送回家了，1分钱都没要啊！我孙女正夸你呢，你就来了。你将脸拉我身上。哎呀，要不说你人好呢，这要换了别人，早就给拿走了。你说啊，赶紧认识呀，小伙子呀。这不是咖啡厅那个小白脸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这项链是奶奶故意搁到车上的。小伙子，我孙女害羞，你个大男人，主动点吧。奶奶，您别撮合了，我俩认识。认识？不仅认识，我们把证都领了。什么证？结婚证。结婚证？我的好孙女啊，你竟然背着奶奶做这么好的事情！怎么回事？这个小贱人居然结婚了！那霍家的婚事岂不是要落到我头上？接电话，你接电话呀，郑安宇！那是啊，什么事？安宇哥哥，袁叔都结婚了，你是不是会和我领证呀？你说谁结婚了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霍思涵，人均500块的外卖，你不会每顿都点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大了，你就是一个普通的金融打工人嘛。哎，你看你21万的西装，说买就买啊，顿顿5星级套餐，你还有点数吗？那我吃啥？我给你做，多大点事儿？娇生惯养的一个小霸王，居然还会做饭。你站着干嘛？抓鱼啊！吃。张嘴。能吃吗？没有那富贵命，还非要等那富贵病，还小瞧人。喂，任叔，你结婚了？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我都把你电话拉黑了，你还能换个电话号码给我打过来？拉黑了啊！等等，袁叔。好，没问题。出去啊，我出去一趟，这么晚。这么晚干嘛去啊？讨债，要是讨不着的话，今天晚上说。什么债需要大半夜的去讨？哎呀，开着几百万的车，转个账都费劲，叫干嘛呀？还钱是吧？1万、2万。袁叔，你有病啊！我还会少给你1、2万。别人不一定，你一定会。每次请我吃个饭，一到结账的时候就网络不佳，我便宜谁还能便宜了你？走了。干嘛呀？前脚跟我姐说婚，后脚就嫁给你。我说你这女人是不是不要面子？名声在外，有好有坏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那现在面对你这样的渣男，就改变他，没什么本事学。当那么多人面打我，还这么快就嫁给你，这不是落我邓家大少面子吗？今天我这家被讨回来，给我上！给我上！等一下。这你会叫人，我不会叫是吧？兄弟们，出来！
傻了吧，邓安宇啊！我上了云长山的当，还能继续上你的当啊？大半夜的把我叫来这个鬼地方，说还钱，我这么聪明怎么可能上你的当？桃姐，江湖救急，你给我找几个混混，就是那种贼壮实，看上去贼能打的那种啊。好，可以啊，有时候我就知道你最对，幸好我早跟我赌，输定了。好，这么玩是吧？美女，你可没说有这么多人，我们也打不过呀。专业混混中的佼佼者，怎么能怂到得上？美女，你演技怎么样？那当然是好啊！那你干嘛追呀？给我分头追！跑啊！接着跑啊！这家伙，以为雇几个临时演员就能唬住我是吧？哎，咱们忍一下，你呀，跑掉了。我告诉邓安宇，老娘一般不动手，但是你欺人太甚。林叔，华夏涵，林叔，没事吧？受伤，哪受伤了？他欺负我。来的正好，正愁找不到你这个小白菜，给我干他！好棒好棒！一群废物，伸手可以啊，来，帮我练练。你们是个干啥的？大半夜的自己到处乱跑，也不带点人。我带了呀，货不对吧？说，我但凡来晚一步，你可就……我都被他们欺负了，你还凶我？你还生气吗？还不走？有点冤。还不走？等你前男友追你啊？跑太远了，掉头，走不动。上来。那我不客气啊。你冰冰的。所以你这债讨回来了吗？讨回来了，没事，整整20万，不讨白不讨。明天呢，我就去把钱全部捐给贫困山区的小朋友，给他们买蔬菜。你不是很缺钱吗？买这个破西装追了我骂了好几天，就这么捐了？小瞧人，我人穷志不穷，好吧？钱没了可以慢慢赚嘛。但是这20万代表我愚蠢的过去，把它捐出去积积德，说不定保佑我以后赚更多的钱。迷信！呸！啊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啊！你懂什么呀？这叫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好。快回家。这么晚了不睡，你干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还是有必要让你签一下这份合同。什么合同？怎么？做了什么亏心事？想要卖身给我吗？不，是你，我卖身给你。我为什么要卖身给你啊？因为我知道你着急要还我那21万，但是我也知道我不可能让你一下还完，对吧？所以我贴心的为你准备了这份合同。这位小姐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已经结婚了？所以我想这个卖身契吧，我们就不需要了。那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，更何况咱俩这婚姻是吧？哼，我们婚姻怎么了？你少装糊涂，人家结婚都是以相爱为前提的。我那是因为当时有人要强娶我啊，你这……哦，
谁要强娶你？这个人你应该也听说过，霍家三少。强娶她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那万一你要拒绝的这个霍家三少是一个温柔体贴、绝世好男人的话，你不就亏大了？怎么可能？他双腿残疾，还辣手摧花，他是个绝世大魔王，好不好？啊，像我这种肤白貌美的小仙女嫁过去，估计吃的连渣都不剩。我出国了这么多年，在他们眼中居然是这个样子。这些你不懂，我也可以理解，毕竟这些都是豪门秘辛。那个大魔王要是知道我给他戴个绿帽子的话，表情应该挺精彩的吧？不用他来，我帮他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。你可是给霍家三少戴了绿帽子，你给点反应啊！我应该给什么反应？没意思。签不签吧？不签。哎，你是要赖账还是咋？哎，你是要赖账还是咋？你说的呀，亲兄弟明算账。这个房子每个月房租3万，水电费、物业费，平摊下来。这怎么算着算着还成我欠你钱了？三少洗的这么早啊？太太醒了吗？不用担心，这个女人一般醒不来。早上好，您是？太太好，我是1号公馆的管家，我主要负责收拾垃圾，你们慢用。这三少和太太还果然没睡在一个房子呀，这老太太猜的还真准，这俩人有问题。这3万块租金的房子是不一样啊，我还以为是扔了呢。你平时不都11、12点起来吗？怎么今天这么早？今天早上有通告，不跟你一起吃饭了啊，拜拜。真不知道，如果他知道我就是他避之不及的霍家三少，他会是个什么反应？连个3流明星都不是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国际巨星了，居然还敢教训别人。这还没红呢，怎么就这么欺负你？这要是红了，那还了得？于叔，你先别化妆了，赶紧跟我走，大师跑了。听我说，现在前门出现了很多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自媒体，我带你从后门走，车已经在后门等你了，你直接上车，听到了没有？不是，现在什么情况？哎呀，你先别问那么多了，你现在就一个字，跑。对于今年第1季度业绩的指引，财务给出的预估营收在105亿到115亿美元之间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，3线小明星被爆耍大牌，极端路人怒泼硫酸，小明星遭毁容。这个小明星看着好眼熟啊！三少，快把新闻关了。今天的会先到这里吧，三少有紧急的事要处理。臭丫头，敢不接我电话？三少，你冷静一点。那些视频呢？全部给我。视频？什么视频啊？你不是老帮我奶奶拍一堆视频吗？没删吧？没删，我还没来得及发给老夫人呢。拿这个视频，联系星灿的公关部，让他马上处理一下。哎，三少，太太不是星灿的艺人，这星灿的公关应该不会插手吧？他是我霍思涵的人，懂吗？三少，三少，三少，太太的经纪人说，太太已经安全回到1号公馆了，只是情绪不是特别好。什么情况？听，这是灵魂颤抖的声音。谢谢大家。干了这杯生命之水，老子18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。谁怕谁，跟我斗，干杯，干杯！这脸不是好好的吗？还以为你这样给毁容了。谁敢回过来？
我俩要弄死他！干嘛？你说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违法的？老子干的这种违法的事，林树，你来告我呀！找死是吧？啊！我奶奶不让回头的，烧我来了！来啊！这不气就得了，我气还没消呢，我。什么人呢？你打他这个替罪羊有什么用？啊，幕后大佬在那儿呢。云诗柔，让别让姑奶奶怼到你，给怼到我弄死你！他但凡再敢找我麻烦，我让他受着罪，横着出去。那就是我多虑了呗。像你这么蛮横的女人，怎么可能受别人欺负，对吧？什么叫蛮横啊？没文化。人家这个最多叫泼辣。李子涵，你要做好无声误解的准备，这种黑料爆出来，很可能就断送我整个职业生涯。我想跳实验。把眼睛闭上。把眼睛闭上。我都服脱了，心情不好，说不定青青心情还能好。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吧？赢了，不会错。干嘛呀，桃姐？忙着呢。桃姐，干嘛呀？忙着呢。你有啥好忙的呀？我有好事跟你说。什么好事？刚才啊，星灿娱乐联系我说啊，他们要签你成为星灿的艺人。星灿娱乐？你说的是那个全亚洲最著名的娱乐公司星灿？对呀，是星灿，他们要签你。哎，不是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，就是他是要签我，还是说要钱我？要签你。现在就差你过来签合同了，你后续所有的问题都会有星灿为你保驾护航啊！恭喜啦！要签我，要签我！属于我云舒的事业的终点终于来了！我说你可不可以收敛一点？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全亚洲最著名的娱乐公司星灿娱乐要签我，没想到曾经被我拒绝公司还能来找我。你拒绝过星灿？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给他投了简历，然后就收到面试通知了。结果没想到，那个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潜我。那个叫云舒的留下，其他的人可以先出去。你叫云舒？对。美女，我们这行的潜规则，你多少知道些？什么意思啊？别装了，这搞得你好像是外行人一样。来吧，让哥哥感受一下你的功力。这功力越强，这上升的越快。功力太浅的话，就不好说了。看了，男人都一样，抓紧时间，外面还有人排队呢。保你啊！这种钱3秒速报正头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我的事儿，我也不会对你心慈手软的哈。霍家三少这件事，好了，跟你开玩笑的，一吓啊！我奶奶要去梳妆打扮了，即将开启新的人生。郑安，三少，按照您的吩咐，
青菜那边已经用当家花旦乔雨荨的热搜把太太的负面新闻顶下来了。青菜的经济部负责人今天会和太太签约。好，知道了。二位，你们先休息一会儿，我们的负责人马上就到。乔姐，霍家三少可是亲自发号给你买热搜呢，咱乔姐可是被公司高层另眼相看了呢。我可听说三少可还没结婚呢，这是不是说明咱乔姐有可能成为集团女主人呢？哟，我说这是谁？这不是我老师都说那个演技超群的女同学吗？怎么这么多年混的还不如我呀？乔雨荨，你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，这些年要是我靠着别的办法使劲往上爬，当家花旦还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但是我没有哦，我也不屑。可是你千万不要惹我，不然的话，我可是会反悔的哦。你要知道，星灿娱乐的老板娘位置还空着呢，不是吗？你小心我当上你老板娘了，让你眼泪啪啦啪啦掉。你小心我当上你老板娘了，让你眼泪啪啦啪啦掉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你能不能把你的脾气收一收呀？那可是你未来东家的当家花旦。不是，你看他那张整容脸，顶玻尿酸打的，我看着就来气。我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云小姐，我们负责人时间已经空出来了，请您跟我往这边走。好。云小姐的演技我们有目共睹，这合同是3年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直接签了。合同期间，我们将全权代理云小姐的经纪业、影视业，包括有必要时帮助云小姐进行危机公关。合约期间，乙方艺人禁止谈恋爱或结婚，否则赔偿甲方公司违约。你签了？云小姐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。那个就是我想问一下，关于这个危机公关，这次给我澄清的视频是从哪里来的？视频是集团3少给的，3少也是路过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劝云小姐不要多想。是霍家3少。别三少，是奶奶逼我的。三少，都是奶奶逼我的。三少，这是我们给你找的新的剧，也是欢迎云小姐加入星灿的见面礼。谢谢。云叔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女人把男人壁咚在墙上，单手挑起男人下巴，沉声说道：“把你的裤子给我脱了。”什么虎狼之词嘛，优质剧，低俗。我今天非要把霍思涵那货底裤给他吧，我倒要看看他是骡子是马。要干什么？你把裤子脱了。你把裤子脱了。到底想干嘛？霍思涵，上周一下午你在哪儿？上周一下午。对，没错，老实交代，否则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我一个打工的，礼拜一不在公司，我干嘛？我有什么必要骗你吗？喂，那女孩子家怎么老盯男人这个地方看？那不是不行了吗？我看一下能怎么着？我看一下能支棱起来。你这就是太保守了，你知道我那剧本差远了。听我给你念一段啊。女人跨坐在男人的身上，双手撕下男人的衣服，然后扶上男人的胸襟，两人二人厮磨。庄恒到底给了云舒什么剧本啊？什么？云舒也听见我们星泰集团，还要给我当女儿？他一个臭跑龙套的，他配吗？不行，我要去找公司负责人。乔姐，这都是公司高管的决定，你得忍忍吧。忍什么忍啊！我可是公司的摇钱树，就算我没有公司的决策权，你可以当我的女儿，
我还是有这个权利。哎呀，这是谁呀？还这么大脾气！当着公干，要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去找个人把你换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死跑龙套的要给你当你二号了，有没有想过是自己快糊了？我糊了？我告诉你，星灿娱乐集团倒闭了，本小姐也不可能糊的。哎呀，停，这是个咒公司倒闭的。哎呀，吃公司的饭还咒公司倒闭，这样不好。要是公司高层听到你说这些话，他们会怎么想？乔姐，可不管多说了，刚才幸好没有人拿手机拍到，要是被拍到，你的演艺生涯就完了。就算我的演艺生涯结束了，我要把你拉下水。你要多少钱才肯离开他？雨欣老师，他这个女主要信任一点，咱们要按剧本来嘛啊！好的，导演。再来一次啊！装马老师，不装。来，再来一次啊！来，开机，开始。你要多少钱才肯离开他？看了，好。看了，好。你怎么了，导演？哎呀，雨欣老师，咱刚才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你怎么有？导演，我以为你说的是按我改的剧本来的嘛。雨欣老师，咱这个女主出身贫寒，不屈不挠啊，但是不能对她硬刚啊。好，严格按剧本来啊！再来一次啊！来，准备啊！再来一次啊！来，开始。干嘛？看没看啊？我打你一巴让你委屈啊？他是仗着未婚夫喜欢你吗？我告诉你要在场，我抽死你！云说，你敢扇我巴掌？导演，为什么他敢信你就不喊他，我敢信你就老喊他呀 ？No， 她是豪门大小姐，嚣张跋扈，她打你这一巴掌是符合人物逻辑的，让视觉效果更好。就是他！干嘛？吓我了！就让这边把剧本给我拿过来。啊，三少，星灿对剧本的评定肯定没什么问题的。你这个外行还……我让你去让制片把剧本给我拿过来。啊。去把这个剧本里所有的大尺度戏份给我删掉。男演员不允许露胸肌、腹肌，还有所有女演员不允许扒男演员的衣服。三少，这都是广大女性观众爱看的点啊！您这是要扼杀女性同胞的眼福，很影响收视率的。那就把女二跟男主的这种戏份给我删掉。啊，女二和男主没有这种戏份，这种戏份全是女主的。原来是这小子在耍我，他的角色根本没有尺度大的戏。三少，最近有人在查霍思涵这个人名的身份，是谁？查到了。你给我的这是什么？邓少，全国范围内做霍思涵的有1万多人，您给我的这张照片，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您要找的霍思涵呀。错了过，让你查个电话。你让他干什么？滚！滚！安宇，怎么了？几天不见你，怎么感觉你越发憔悴了？你来的正好，我问你，云舒嫁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？她嫁的应该就是个司机吧？怎么了？只是个司机？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我记得那天送云舒回来的时候，他就给老板开的车门，而且人说喊那个老板叫庄总呢。不可能，那个男人的气质绝对不是一个司机那么简单。如果谁都不知道他身份的话，那我只能从云舒身上下手了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探班，这个组啊有个熟人，我没事啊过来探班啊。哦，你熟人在里面啊？没有，我熟人已经走了，里面没有人。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我正好闲着没事，这好玩，好玩。那你慢慢玩。好熟悉的声音啊！你确定里面没人吗？真没有，我刚从里面出来，里面有没有人我还不知道吗？这声音，狗，哎，拉布拉多拉可多了，主人是照顾它的。哎呦，哎，小黑，拉布拉多什么？我那是即兴发挥，半年的工资啊！乔姐，制片刚说公司高层来人了，特意关注了一下您的剧本，就怕那个小贱人抢了您的戏份。有这种事？高管还特地叮嘱，不能让男主和女二有特别戏份，不能抢您的光环。短短1周时间，公司都在您的事情上特别关照了2次了。乔姐不愧是我们心碎的当家花旦呀！你说这话我爱听，这种殊荣可不能让这种要长相的人。要背景没背景，想见过抢。等到时候我当货少奶奶，集团的主人，他这种小奸货想得做一个什么跑龙套的角色，那还不得看我的脸？哎呀，我说乔大花旦，你那一脸玻尿酸，哪来的自信心？我玻尿酸怎么了？那现在的男人就喜欢我这样的。不信咱俩打个赌，等会有人先进来，我们问问看，他喜欢咱俩谁？好啊，那你要是输了呢？随你处置。好，那如果你输了，早上你扇我的巴掌，不要当着所有人扇回来。没问题。配合一下，这个男人是我的。徐说，你要不要脸？这个女的看起来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求你，我弟弟没成年，人家还没说话呢。他要是不愿意，他又不是我男人的话，他能这样被我搂着吗？哈！哦，你们认识啊？好亲密啊！你说，你该不会结婚了吧？或者你该不会在跟这个小白脸谈恋爱吧？你来公司没有签过合同吧？你难道忘了有一条很醒目的条件？要不要我提醒你？快来！我怎么忘了这事儿了？我只说他是我男人，我又没说他是我男朋友，更没说他是我老公。你是不是把我们当傻子啊？这个男人不是你老公，不是你男朋友，那难道是……你这话说的，那我爸也是我男人，我爷爷也是我男人，对不对？这保镖也是我的男人啊，这个人就是我的私人保镖，有问题吗？怎么可能？这保镖都是5大3粗的，你怎么雇一个这么帅气的保镖呀？这不明显吗？那帅哥就喜欢我这种纯天然的美女，像你这种脸一捏都掉渣的，就渣男喜欢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看到跟你老同学的份上，我给你一个提醒，你要是下次惹我的话，打死你！走。就是拳头点。我问你个问题，你刚才为什么说我是你保镖？哎呀，我现在签了新的公司嘛，那当时签合同的时候，太激动了，直接签了。合同上说了，合约期间不能结婚，不能跑。你知道违约金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1000万呢！我也买不起啊。所以你只想让我当你的地下情妇是吗？哎，话别说那么难听嘛，虽然差不了多少，但是1年以后我们不需要彼此作秀，要离婚的时候，或者等我哪天突然爆红了，可以跟公司靠近，那你自然是见得了光啊。真一句话也说不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觉得我红不了吗？别说了，你干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？你是觉得当我保镖委屈你了吗？跟你真的一句话也说不了。又生气，又生气，又生气！你看，给我站住！我操！你是不愿意给我当保镖吗？我说的都是假的呀，你以后不会再遇到乔雨熙了。哎呦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！
我都等你们好久了。怎么，你们俩闹矛盾了？没有的事儿，奶奶，你怎么来啦？啊，这个吗？万老太太，您果真猜得不错，三少爷和太太，他们俩居然到现在还分房住呢。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呀，一定是有问题。你是说1号公馆只有2个卧室？这不是被爷爷气的呀！爷爷还敢气您，他都是被你欺负的份儿了。这孩子怎么说话？哦，对了，还给你们带了礼物了。来，拿着。好。奶奶等你们太困了，那我就先睡了啊。好，晚安。对了，你们俩是睡在一起的吧？对了，你们俩是睡在一起的吧？那奶奶就不客气，睡另一间房子了啊。晚安。确定你不上？随便。一会儿你可别哭着求着闹着想上。谁求谁是狗？是不行了，你不用这么拼命的。坐。你说干嘛？我可是帮你应付了奶奶。我可是帮你应付了奶奶。看来是把嘴堵上不想安静。以我孙子这速度呀，怕是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我就能抱上重孙子和重孙女了。哎呀，以我孙子这速度呀，怕是过不了多长时间，我就会抱上重孙子和重孙女了。就你孙子那尖嘴猴腮的样，生个重孙子也是个小猴子，有什么高兴的？奶奶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呀？这都几点了？你看谁家姑娘啊这么晚回家呀？奶奶，你怎么这么偏心呀？以前云叔也经常这么晚回来，我怎么没见你说过他呀？怎么没训过他呀？她现在结婚了，跟她丈夫在外面住，我自然没有理由再说她呀。你不是跟邓家那小子好了吗？婚礼赶紧把日子定了，该给你的我一样也不会少你。奶奶，你对我可真好。行了行了，赶紧睡觉，我也休息了。来，您慢点，早点睡啊。是哦，云初那个贱人居然真的嫁人了，她到底嫁什么人啊？她能嫁什么人呀？八成是个出租车司机吧？这还差不多啊！但凡有点本事的，怎么会看上那个贱货？是哦，这次妈妈准备掏出压箱底的钱，准备给你大操大办。真的吗？妈妈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啊！哎，你是不知道，当年呢，只有云舒的妈妈有婚礼，到我这儿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这次呢，我要让大家知道，做我秦家龙的你是多么的风光。手入海为 flow A， 我也不是。不是，我裤子都要脱了，他走了。果然，有眼睛的男人在关键时刻就会掉链子。我倒要看看你干嘛。
就这点出息？呀，别动！自己来，自己来。我还以为你真的行了，长那么大个还不是个绣花枕头。你是谁绣花枕头的？我说的就是你，我说的就是你。你自己什么样，你记不清楚吗？啊，一天可逞强了，好了不起啊你，真的是。黑子，我做你保镖，就这一次。花色儿，你把自己哄好了。哎呀，你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也不知道你变点什么劲呢。就这一次啊，记住了。知道了。啊，黑子，昨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啊？你又怎么了？我说呢，你怎么不愿意在乔雨欣面前承认你是我的宝贝？搞了半天，你看上人家了？我没有。乔雨欣长得我好看吗？啊，我站在她旁边，你居然还能看到她？搞清楚，我只是跟她眼熟而已，我并没有说她长得比你好看。眼熟？哼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乔雨欣不会就是某些人心里那个忘不掉的白月光吧？哎呀，我说呢，我怎么有些人就突然答应当我的保镖了？搞了半天是借着我的由头去见自己心尖天上那个人。你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她了啊？不喜欢你大清早问人家。吃醋了？没有，你别自作多情。我只是说你喜欢乔雨欣特别没眼光。我倒是要采访一下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看上她了呀？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看你？我昨天有通告啊，我不跟你说了。你喜欢他？我的妈呀！乔姐，这可是片场，要是被人发现我结婚了，我要赔违约金。我这算喜欢吗？不算吧，而且他跟我说话的时候，老是把我当小孩一样训。我觉得你老公没有你说的那么高冷，他明明对你是很温柔又很有耐心啊。是吗？哎，你看啊，他不光在你前男友面前把你给救下来了，还在你说脚崴了的时候把你背回了家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对他并没有像对邓安宇那么排斥？亲爱的，以我一个过来人的客观角度来发现呢，你根本就不喜欢邓安宇。喜欢一个人是会主动靠近的，哪像你啊，邓安宇一靠近你，你就浑身不得劲。是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我跟你说什么呀？难道让你们两个亲近啊？我讨厌邓安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家伙长得不行，眼神还飘忽不定，一点都不正直。白人精又来了，说呀，你们继续说呀。林叔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可是艺人，别被我逮到你谈恋爱，我可不可能饶过你。啊，你这么厉害呢？就你那个脑子还谈恋爱呢？我结婚了你都不知道啊？我今天就要坐这儿听听你到底喜欢谁。这大力讨厌。今晚8点，我和安宇在家等你。过了8点，我可就不让他们放你进来了。什么时候我进自己的家门，还要经过你林世柔的同意？那你就来啊，看看曾经属于你的婚礼落在我手上，我是把它办得如何的盛大辉煌。在场，云家递来了云诗涵小姐单身派对和婚礼的邀请函，邀请您和您二叔霍明远先生一起出席。太太也在邀请函上，并且太太答应了会回家。他说他会去。帮我使邀请函的应酬，告诉云家，我和二叔都支持他。
贝儿，你今天太美了。谢谢，欢迎你们来。姐姐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呀？明天可是我的大喜日子呢，姐姐都没有什么话要祝福一下我吗？祝福，当然祝福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你和邓安宇一定要绑在一起，相互祸害，千万不要分开再祸害别人了。姐姐，你还真是伶牙俐齿呀。不过今天晚上这个时刻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来，我们干一杯吧。你干什么？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姐姐。呀，你看看我，这大喜日子太紧张了，都昏了头了。走，我给你叫 waiter。哎，waiter。走，我给你叫 waiter。哎 ，waiter。啊！石头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会这么不小心？安宇哥哥，你看看姐姐，我好心叫姐姐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宴，她就把我推倒，让我当众出丑。云舒，你敢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，那就别怪我邓安宇不客气了。邓安宇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敢推我！云舒，其实我心里是有你的。如果你能答应我，明天就能跟那个小白脸离婚的话，或许我还会跟你在一起。做梦！下来啊！我想上来。I see your love， 遇见你才发现我在等你到来。这个破司机是怎么进入我的宴会的？啊，是不是你带进来的？啊，是不是你敢这么说上去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呀，你们别打！袁叔，你把阿玉打坏了，明天结婚怎么办呀？不许打！哇！说石油是装的，这次呢，你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，你让他们两个明天怎么结婚呢？你这话说的真有意思，这都能怪上我？这么大的人了，知道明天要结婚还来招惹我，我不打他打谁？打人还有理了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先走了。你就是云舒嫁的那个小子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刚才给我踢下水。你们当这么多面欺负我太太，我不踢你，我踢谁？既然话都说开了，我也不隐瞒你们。其实上个月我跟云舒已经领了结婚证了，按理说今天我应该叫你一声爸。这闹不闹是什么事？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们两个人的婚事我不同意。你们两个赶紧把婚离了，女儿非霍家三少不嫁。云长山，那霍家三少比你祖宗都知情是吧？你嫁呀！先生，门外有人找你。老公啊，今天晚上呢，都因为云舒才闹出这么大的事儿，云家的脸都让他丢尽了。现在的宾客都在外面等着了，要不你出去解释一下？哎呀，人家对不住你了，好好休息吧。妈，云舒那个小贱人不想让我好过，我也不可能让他好。听说今天晚上霍家三少的二叔也来参加宴会了，如果咱们把霍家三少的二叔和云舒弄到一张床上，你想想，那该多精彩！走。这不像喝醉酒。于是我该回口下药。人家真不错啊，招待我吃宴席，还给我安排个小美女。你别碰我！小子，哎，先把这个吃了，一会儿会更爽的。哎啊！你小婊子，敢咬老子！过来，非要让老子上硬的啊！别动！滚开！自己带的东西自己吃。傻啊你！我会找你。云舒，怎么了？你说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不行，记者看到的话会乱写。
云舒，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老夏，我忘了你不行，你帮我去一缸放桶冰水，可以缓解药效。你是女孩子，泡多了冰水对身体不好。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。我走了。You got me higher, higher, higher than I've been. Don't ever leave, don't ever leave. 禽兽啊，林叔！你怎么能强行和一个有隐疾的男人发生关系？不对呀，他要是有隐疾的话，那我……霍思涵，你给我起来！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装自己有隐疾啊？现在你狐狸尾巴藏不住了吧？我没有能隐瞒你，你听我解释行不行？你解释，你为什么骗我？你也知道，奶奶一直想让我结婚，但是我根本就不想。好，你不用说了，说白了就是为了自己心里的白月光嘛。我心里根本就没有白月光，只是我喜欢的人。你是谁？不许拍！你们不许拍！不许拍！你个蠢货，你敢设计我！不许拍！是哦。你在结婚当天就被人抓到和别的男人通奸在床，让我这老脸朝哪搁呀？我没有哈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一觉醒来我就在这儿了，肯定是有人给我下药吧？肯定是有人给我下药。哇，是他，是袁叔见不得我的好给我下药，就是你吧，袁叔。云长山，这是你们家的家事啊！这件事你必须给老子一个交代！二爷，我肯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不是我的错吧？是你吧？肯定是你，你个贱人！云舒，我敢当众打你妹妹，今天又给她下药，还有这些记者是怎么进入云家的？你妹妹结婚出了这么一档子事，你让我的老脸朝哪搁呀？打他这个事儿我认，至于下药嘛，你给我过来。去。老爷，是二小姐让我在大小姐酒里下药的，也是二小姐嘱咐我今天早上打开别墅的后门。老爷，胡说什么呢？没有吧？你相信我，他都冤枉我。你确定你说的没错？那怎么他在二爷的床上？二小姐也想和邓家少爷圆房，所以才给自己下了药。谁知道让人送错了房间？你再敢胡说，扣我死你的嘴！人家没说错，你生什么气啊？还恼羞成怒啊？我说的就是实话，我就是故意的。我把霍家二爷骗上床，就是为了和他结婚，就是要嫁得比你好。你以为我当初跟你抢邓安宇，是我真的喜欢他吗？只要我能嫁得比你好，我嫁给谁都可以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你做这一切的目的都是想看云舒的笑话是吗？阿宇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阿宇。真是瞎了眼了才会抛弃云舒，跟你这种女人在一起。你这么脏的女人，我不要！不是这样的，阿宇。不愧是人渣！所以当初到你喜欢那个邓安宇什么？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以前对我特别好，知道我怕狗，看我爬到了树上，还在树下接着我，帮我把狗撵走。好像有些人知道我怕狗，把我丢在地上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还有事情在骗我。你说，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喂，小叔，你能来家一趟吗？怎么，阿姨，你是身体不舒服吗？不是我，是安宇。总之你能来家一趟吗？好，
那我现在过来。去哪儿啊？邓安宇妈妈找我。邓安宇妈妈，你跟他们都没关系了，找你干嘛？我跟邓安宇虽然分手了，但是跟阿姨没有嫌隙呢。这么着急，肯定找我有事。好了，我去一下。我跟你去。小树，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我只能打给你了。阿姨，你别着急，怎么了？安宇他自从早上一回来，他就把他锁在房间里酗酒，谁都不理。我以为他是要找云世柔，可谁知道我一提云世柔的名字，他就冲我发脾气。小树，你帮我劝劝安宇吧，他一喝醉酒都提了你的名字。邓安宇这么大的人，为了这点事还要死？阿姨，你别担心。小小，邓安宇，你现在挺出息啊，为这点事喝成这个样子。来周喝了。我喝不下。好。我自己喝。你先别走，你说你有没有爱过我？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可笑，但我真的很想知道。曾经我很骄傲，我的女朋友很漂亮，性格又好，我以为我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。可我总感觉我走不到她的心里去。我不理解，她明明可以依靠我，却又要那么努力工作，忙到可以忽略我。这些事都过去了，10年前你救了我，我说我到了法定结婚年龄，我要嫁给你，可惜我们错过。我现在遇到了很好的归宿，顾思涵他是个好男人，我很爱你。日叔，日叔。10年前真的见过云世10年前应该没有吧？那10年前你不是在国外读书着了吗？你大部分时候都在国外生活，那就连你在国外受伤伤了腿，那都是我和你爸去国外找你的呀。错了，一切都错。云舒之所以跟我在一起，是因为他认错人了。什么？认错人了？那不可能呀！那小叔当初是到咱们家看过你的照片呀，哎，就是那张坐在轮椅上臭着个脸的那张照片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妈妈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如果不是他认错人，他不会跟我在一起，他一定不会和我在一起。他之所以跟我在一起，做我女朋友，他是我讨来的结果。哎，等，顾子涵，你怎么了呀？你有没有搞错？为了你前男友一个头头脑脑，你可以专门跑这里；为了他，你还可以拉着我手说你爱我，怎么把我当这个人渣的替代品？你吃醋了？没有。吃醋了？没有。就是吃醋了。你还嘴硬，顾子涵。我发现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你。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。这个男人真是好哄的要命。云舒，我告诉你，就这么一次。你干嘛救他？这话你都说过好多遍了。别动！好大一只狗！哎，你看那个狗怎么跟你家那个狗那么像？这应该是那个变态会三少的家。哎，这不是我们公寓的管家吗？跟你什么关系？爸，你也知道我是一时赌气我才说的那些话，你再跟汉语打电话吗？爸，我求求你了，爸。说这么多话有什么用啊？为什么跟安宇说那些话？安宇现在不接我电话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好自为之吧。妈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说，没事的。
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那一步，没事儿啊。运输这个贱人，凭什么他们爱情事业双丰收，我这什么都没有？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，然后什么？云舒结婚了？你没骗我？你看，当红小花云舒跟普通打工人领证，并且偷偷带回家。我说云舒这段时间怎么怪怪的？哼，终于被我带到小店了。这东西是真的吗？看来是真的。我可记得公司的合约上白纸黑字写的一清二楚，合同期间明令禁止艺人谈恋爱和结婚的。哎呀，可他在和公司签合约之前就已经结婚了，这并不在合约期之内啊。我结婚这件事隐瞒了公司，确实是我不对，我会全权负责这件事。1000万的违约金我也会照价赔偿的。那是1000万的事吗？因为你的原因，你和师爷那部戏就停。我告诉你，公司想办法之前，你最好不要擅作主张，听到没有？干啥呢？哎呀，这怎么有人结婚都被我知道了呢？你最好现在不要惹我。一般的狗仔都进不了云家，那这些照片只能是云家的人拍的。这会是云诗柔。云舒，云舒，凭你的自身条件，嫁什么人不能嫁？保安非要嫁给这么一个什么都没有，还要靠你养的人。谁你？真是让我失望。对吗？我捅到你这无能男人伤疤了，放着你原形，不就是想吃点饭吗？没事，别担心。我们俩的事呢，公司会解决的，你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所以就好好忙自己的工作，别担心。你说，其实我就是我知道你是谁啊，我自己嫁的人，我能不知道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就是霍氏总裁霍思涵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捂我嘴干嘛？大哥，你是真敢说呀！这么多人，你喊什么呀？你别忘了，你还穿着我给你买的西装呢，21万呢，那真这么厉害？钱还我。真要转呀？不就21万吗？真21万？真21万？哎呀，你要是因为这个人说的这些话不开心的话，你至少装腔点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还有事儿呢啊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赵海，你告诉我为什么我现在微信连21万都转不出去？啊，您是说微信转账吗？微信转账最高1天限额就只能转20万，您这21万当然转不出去了。怎么最近工作不顺利啊？奶奶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就是如果事业和爱情非要选一个的话，你会选什么？怎么这么问？工作上遇到困难了？我听你们小年轻说啊，说你们放出了结婚，对你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影响。对了，是不是还有很贵的违约金啊？大概1000万吧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云舒啊，这点钱咱们云家还出得起。奶奶，快去吧，小霍来接你了。霍三，你别乱动，你知道这车有多贵吗？万一磕一下碰一下的，把你腰子嘎了你都赔不起。这我的车有什么好车？吹牛！你要是真是你的，你把小本本拿出来我看一眼。没话了吧？赶紧把车还回去！你知道这车在外面跑1秒钟要贬值多少钱？
这房子当初也是说是租的，说出来他也不信是我买的呀。我还有什么东西是没有证明过的？这张黑卡上写的名字是我，总不能还说是别人的了吧？你傻站在那干嘛呢？给你看一个好东西。就这。什么就这？这可是……我也给你看个好东西啊！没有。没拿错呀，是我的黑卡呀。现在这个盗版做的都这么像了吗？哪儿弄的？9块9一张，你喜欢送你喽。胡子涵，你最近是魔怔了吗？怎么天天想向我证明你是个有钱人？你不会被骂不自信了吧？哎，你干嘛看我手机？不看我怎么知道我选的女人这么吸引人，到处都可以勾引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说这话意思是我勾搭别人了？我要不喜欢你的话，我至于这么冷处理？我早就搭档事业，飞升一线小花了，好吗？随便你，爱跟谁在一起跟谁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想甩了我，跟我离婚，早点告诉我，咱们可以直接民政局见。你要是再跟我这个态度说话，我立马就答应公司的公关方案。胡子涵，有病吧？莫名其妙，生气。进。三少，这些是需要今晚之前签署完的文件。好，知道了，一会儿我签完了打给你。还有事吗？刚接到星灿那边的消息，星灿最大的利益现在决定立刻为太太召开记者会，否认结婚的信息，并且后续会商议离婚的事宜。记者会什么时候？现在已经开始了。星灿在这里统一回复大家。三少，你确定不以霍氏集团的身份立刻停止记者会吗？不管他的决定是什么，我都不尊重他的。你说，这边，说这儿。刘秘书，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？当初这张婚事明明是我找上他的。先生，结婚吗？对我也很好啊。对，我这人就是什么都吃，就是不吃亏。他本就在这场婚姻里是个无辜的人，难道从今天开始，真的要因为我背上莫名其妙的臭名声吗？云舒啊，这点钱咱们云家还出得起。大家安静一下，相信各位媒体朋友都很关心我们的艺人云舒的私生活。星灿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。算了，云舒，不行就回家啃老。云舒，干什么？我的确已经结婚了，并且我会和他相伴一生。他居然选了我。三少，太太居然在不知道您身份的情况下，这么坚定的选择了你。让这个人带云舒来我的办公室，我的人还轮不到他来办。是。可是三少，太太还不知道您的身份，这要是来办公室看到您，说不定她……等等，这可是我的办公室，我可以摁住他。啊。你刚才都在说什么？谁让你这么说的？不是当初咱们都说好了，你只是被骗了，对一切都不知情，把锅甩给那个男的。我们再昧一次擦，你的形象不就小了吗？当初是我非要跟他结婚的，如果说是骗婚，那也是我骗了他。如果现在要对外说是他骗了我，我是洗白了。可是他呢？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他会遭网暴，会被人人肉的。你管他做什么？他就是被人网暴，被人人肉，这跟你有什么事情？你只要跟他把离婚证一领，我会安排一些媒体
跑民政局门口去拍你，你和人设不就立回了？现在好了，你知不知道怎么洗都洗不回来了？公司都快惨了，现在公司没有你这样的艺人，我要动员所有的行业封杀你这个风纪业的艺人。好的，好的，啊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啊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是谁给我来电话吗？是霍氏的高层。现在这件事情闹得霍氏所有人都知道，林叔，你完蛋了！你还杵着干什么？霍氏来电话让你去霍氏总裁办公室，还不跟我走！这个款式女孩子好像都不太喜欢。这个颜色看起来太过老气。衬衫，对，如果换成黑色衬衫，肯定别有一番滋味。真的？庄红，霍总今天到底要见谁啊？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换过这么多衣服。咱们总裁要见的是总裁夫人，也就是山上奶奶。霍总这样臭脾气的人居然结婚了，那他的太太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来一趟办公室能让他如此如临大敌？就咱太太那个脾气啊，生起气来，路过的狗啊都给他叫。那霍总这样臭脾气的人，果然还是要脾气比他大的人才能压得住吧？不过也不对，咱们太太怕狗，这么看，当狗都比三少待遇好。这边怎么样？霍总，人到了。具体说话的时候小心点。进。霍总，你要的人都在哪？你刚说他谁？这是霍总，要是我，你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？我的办公室还轮不到你来说话。是霍总，那任务就交给您了。你先出去吧。好的。你说。霍思涵，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人家呢？别游，别跳，别端，别坐。你说，你不生气我骗你？我很生气，但是吧，人不能为了尊严，连最大的财神爷都放过。感谢霍太太坚定的选择了霍先生。那当然了，你可是没选。那你可真有眼光。我可厉害了！哎，怎么了？霍思涵，你给我的那张黑卡还算不算数？回去打开一点行不行？我整个人都是你了，还揪着什么黑卡？真的吗？我变成有钱人了。其实奶奶早就想你回国宅了。这样，要是你不想回去的话，我们继续住1号公馆。这样，要是你不想回去的话，我们继续住1号公馆。好的，你们3个干嘛呢？路过，咱们继续啊！看来太太这条金大腿我不抱定了。我孙子和我孙媳妇要回来，哎呦，太好了！快给我孙媳妇呀准备好吃的去，走。来。先生们好，你们好。先生们好，你们好。人呢？
奶奶呢？三少，老太太叫你过去一下。好。好。原来霍思涵以前真的坐轮椅，看来残废暴力好像也不是虚传。10年前怎么那么多人残废？邓安宇也是。不过就算是残废，霍思涵也是个帅小子。看这个干什么？看这个干什么？霍思涵，为什么你出车祸以前就坐轮椅啊？好像天生的吧，但我不想回忆这个事情。总之，车祸之后呢，忘掉了一些人跟一些事。我懂了，你主要是把自己的白月光忘了是吧？当初还为了人家骗我说啊，我有隐疾，不娶别人。少提不该提的，这不是把你给娶了吗？难不成还能离啊？哎呦，那可不一定，万一人家白月光找上门了怎么办？不过没关系，我跟你说，就是那个，你看，如果有一天你的白月光找上门来的话，你就给我甩1个亿的支票，这样我也不亏嘛，对吧？我就值这么点钱。那多少钱才行？5个亿？开玩笑。喂？啊？今天的通告吗？哦，好，我这就来。走了啊。哎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老公10年前是不是出过车祸，而且还坐轮椅了？是不是10年前就认识过他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两个聊什么呢？你不是一直想叫你过他3少吗？他就是。你可别开玩笑，我不想犯求婚证。没有，你误会了。我今天来的目的是想给你们道歉的。乔帅，给我滚进来！对不起，当年是我弟弟不懂事，被霍明远买通，撞了霍思涵的车，害他住了医院，还坐了轮椅。所以当年不是你跟霍思涵在谈恋爱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觉得眼熟啊？好像是当年我在医院向他求过情。所以当年不是你跟霍思涵在谈恋爱？没有了。那你为什么觉得眼熟？好像是当年我在医院向他求过情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你当年是怎么跟霍明远联系的？还有什么证据吗？有，他给了我很多钱，算证据吗？这根本不够。三少，当年二爷在你车上动手脚的证据已经找到了，但现在看来应该是没有用。二爷和云世远在回霍家的路上发生车祸，应该是云世远抢夺方向盘所致。二爷抢救无效，当场死亡。二爷夫人还在抢救中。知道了。奶奶，您别太难过了，您的身体也很重要。这或许就是明远的下场。当年他就不该算计思涵，这明明都是一家人。奶奶，爷爷知道这个事。他现在还在欧洲出差，知道了以后就已经终止了会议，马上就飞回来。奶奶，回到老家家里面，出来散散心吧。好，奶奶，干嘛来咖啡厅啊？您这么大年龄喝咖啡对身体不好，换个地方吧。我想喝。你这个死老婆子，你怎么也来了呀？
你这个死老婆子，你怎么也来了呀？没想到我的孙女婿居然是你的孙子！哎呦，这不是赶巧了吗？原来他们两个早就在一起了。哎，让我想想啊，我的宠外孙叫个什么名字？哎呦，那云舒是我们霍家的人，他生的孩子肯定是跟着我们霍家姓嘛，哪能轮到你来想？那这样，生2个，一个姓霍，一个姓云，这中肯音吗？你这样说还差不多。干什么呢？奥斯哈，其实我也不是一定要找到你心里的那个女生，只是我有点嫉妒，当初陪在你身边的人不是我，我可没有早点遇见你。你看，这么好的你就应该早点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一切啊！世界上最好的女孩我已经得到了呀。霍太太，不要介意我以前怎么样好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以后都是你的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未来就属于我云舒一个人。你不明白，我说不爱都更在意。你不明白，你在我心里不出来，那快乐无可取代，可关系无限重来。偶的思念相互折磨伤害，你不明白，心慌会抱着我。顾思涵，没事了啊，来，你起来，没事吧？真不痛了，下去。你说，有没有可能，我的过去全都是你？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10年前在中心公园被一只大白狗追？你为了躲这个大白狗，你逃到一个树上。后来一个男孩把你救下来了之后，你告诉这个男孩，等到了法定年纪，你一定会嫁给他。怎么可能？你的后腰是还被大白狗咬过？啊，那个当时是留疤了，但是这么多年怎么看不见了？怎么会呢？当年不是邓安宇吗？原来我认错人了。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人会是邓安宇？其实我也记不太清那个人的样子了，但是我们约定好的那天，他没有来。我等了他好久，从白天等到晚上。9月19号那天，我遇到了邓安宇，再然后在他家里看到了他坐轮椅的照片，我就以为那个人是他。这件事情，我跟你说，那天我没有来是因为我出车祸了。后来我醒了之后什么都不记得，但我记得我一直在等一个人。你知道那天晚上雨有多大吗？我在树底下等了你那么久，人家都以为我是傻子，我连伞都没有带。我等了你那么久，你都没来。我来晚了，你说这样，为了补偿你，我一定会办一个最好的婚礼。那不行。就是你看我接下来还有嫌疑人的剧组要录，还有很多综艺要参加，还有国内外的秀展要做，我哪有时间办婚礼？都是公司给你安排的。啊，哎，你不要以为你是我老板，你就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，小心我跟你生气。我会生气的哟。不明白，我说不爱都更在意。你不明白，你在我心里不出来，那快乐无可取赵文，把预约的婚礼地点都取消了吧？原来他早就准备好了。奥斯哈，早点睡吧，
小气狗。我还就不信。喂，云舒，桃姐，我跟你说，霍思涵这个人很奇怪啊！我不就是因为工作太忙了，不想办婚礼啊？这很难理解吗？我是女明星，女明星，我手上每天那么多通告，哪有时间办？云舒，这要是换作是我也不高兴啊！你 PUA 我？哎呀，你得换位思考一下。哎，如果是你准备了很久的求婚，那男的突然拒绝你了，你会不会生气啊？我谁敢拒绝我的求婚呀？我长得这么好看，拒绝我打死他！不对，我第一次找霍思涵结婚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拒绝我了？果然，这个男人就是我生命中的意外，是吧？那要怎么哄嘛？哦，这样，你明天让他去参加一下金鹿奖，正好啊，你和师爷的那一部剧，你被提名最佳女主角了啊！那就先这样。细节我们明天再说。张恒，不好意思哈，这么晚打扰你了。我想问问你，知不知道霍思涵订的婚纱是哪几件呀？希望这个男人好好的钱。有事啊？这是今晚金鹿奖的邀请函，你一定要出席。今天晚上不一定有空。他应该会来的吧？三少，今天中午你要和光明的 CEO 共进午餐，下午要和管理团队进行常规会议，晚上7点半的飞机飞往欧洲。把欧洲的那个行程给我取消了。哦，不，延迟2个小时，我有重要的事情。三少，欧洲的会议落地就要开啊。那就最后1个小时吧，我重要事情。好，我这儿去调。我们金鹿奖最佳女配角的获得者是云舒，恭喜云舒！非常荣幸能够获得金鹿奖最佳女配角这个奖项，感谢组委会，也感谢观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。未来的云舒会更加努力。霍思涵先生，我想谢谢你出现在我人生中最无措的时候，是你的出现改变了我人生的走向，也谢谢你一直以来都支持我的事业。虽然这些话我没法在颁奖典礼上讲，但是我想让你亲耳听到。我想谢谢的人一直都是你，想走向终点的也是你，所以霍思涵先生，你愿意嫁给云舒小姐吗？霍先生答应了。